今天起了一个大清早，就是为了吃传说中非常出名的三宝井炒粿条。那这档炒粿条呢，是一家老字号，已经传承到了第3代。幸好今天起得早，别看它小小一个档口，平时可是大排长龙的哦。所以要吃好东西，一定要起得早。走，我们过去看看。喜欢一个地方从早餐开始，今天带你们来到三宝井炒粿条吃早餐啦。你看它的卖相，是不是已经勾起你的味蕾了呢？它是一家老字号，从父亲传承到儿子，儿子也不放弃，继续朝气蓬勃的延续下去。看看它有没有流失原来的味道。你看这炒粿条很特别，有甜酱。不会油不会腻，而且带点甜甜的，非常特别。你会感觉到它高温快炒下，非常的有锅黑。你每吃一口就会感觉到经历了岁月的考验，反而越炒越旺。你看它虽然用的料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平时会看到的鸡蛋啊、粿条面，可是越简单的料越考功夫。要怎么煮才煮得特别的好吃呢？来到马六甲，不要只是吃小吃，要入乡随俗吃当地的美食。好了，我不要跟你们说了，我要继续吃我的炒粿条啦。宝山亭建于1795年，是座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庙宇，纪念郑和7次下南洋的功绩。因为郑和原名叫马三宝，但在马六甲传说中，郑和在去马六甲的途中，船身破了一个洞。全靠有条称之为三宝的鱼奋力用自己的身体去堵住破洞，令水不能灌进船舱，才救了郑和一命，所以便以这条鱼的名字为庙命名。大部分华人认为马六甲的三宝山、宝山亭、三宝井及郑和路都与纪念郑和的事迹有关。历史上的郑和与马六甲关系之密切，所以如今有人相信郑和将船队总部驻扎于此，在山上修建宫殿，还在此设立官场，用丝绸瓷器交换象牙、珍珠等，在这里集结贸易。宝山亭香火旺盛，大殿上有郑和的牌位，
匾额上写有“福佑一方”。庭院内有一尊石刻的郑和雕像，还有出名的三宝井和资料馆。喜欢古迹的你，不妨来这里逛一逛。山下的宝山亭也被称为三宝庙，来纪念和供奉三宝宫。庙内的三宝井传说也是和郑和当年所挖掘的。在马来西亚史书《马来纪年》中，记载了一个公主远嫁马六甲的故事，讲的是马六甲使者结束访华，准备回国，皇帝决定将汉丽宝公主许配给马六甲苏丹，请使者护送公主到马六甲。抵达后，苏丹为汉丽宝的天姿国色惊叹不已，于是迎娶入宫为王妃。汉丽宝和随从当时都住在这座山上，因此马来人称它为中国山。汉丽宝的故事在马来西亚家喻户晓，并改编为话剧和大型歌舞剧。对于汉丽宝井有2个传说，一是马六甲的苏丹为汉丽宝而挖掘的，也有另外一个传说是郑和护送公主出嫁马六甲时为公主挖的，也不知道哪个传说是真的。据说井水清甜且从未干枯，而且谁喝了井内取出的水，将来都会再回到马六甲。郑和就是因为喝了这井水，才好几次重回马六甲。如今的汉丽宝井已经被封了起来，并且变成了许愿井。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些洞口是拿来干嘛的呢？就是以前他们在打仗的时候用来看敌人的，从这里看出去外面，看得更仔细哦。忠贞竹氏碑全名是马六甲华人抗日殉难仪式纪念碑，位于马六甲市宝山亭旁。这是纪念2次世界大战中为支援中国与马来亚抗日斗争而殉难的烈士建造的纪念碑。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从英国殖民者手中夺取了南洋群岛后，在这里统治了3年零8个月。日寇统治期间，在马来亚对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华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仅马六甲一地，被日寇迫害致死的华人就有1000多人。被日军杀害的人，有的死于刀剑，有的被击碎脑骨，有的被挖出内脏，有的集体活埋。尽管如此，他们面对死亡仍有一份傲骨，对日军毫不畏惧，有的临死前还当面痛骂日军，有的至死沉默不语。向日军投降求情之事确实极少听闻，可见他们坚守气节，死也壮烈。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六甲的华人社团通过各种方法，将收集到的遗骨集体安葬在三宝山。于1947年在这里建造纪念碑，碑柱上刻着“忠贞竹氏”4个大字。忠贞的意思是清楚的，忠者，忠心也；贞者，坚贞之士也。葬在这里的都是坚贞不屈的烈士。茶馆选择困难症的你，是不是不懂要选择吃些什么呢？看看这桌上满满的美食，是老板特地为我准备的哦。有茶叶蛋卷、
迷你擂茶饭、咖喱鸡饭，还有这个非常特别的冷萃茶泡饭、四季布丁、Jasmine Green Tea、普洱蜜、乌龙蜜。我们开餐啦，好期待哟！呜呼，我们先来吃这个茶叶蛋卷。呜呼，因为它上面有放薄荷的，有放 tomato， 你看，满满的馅料，看起来就很开胃。呜呼，呜呼，茶叶蛋卷，听说这个蛋卷呢是用茶叶蛋来制作的哦，很特别的口味。它就很多层次，又有蛋香，又有茶香，带点甜，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我还吃到有一点橘子味。不要看小小一个，吃起来还是很有饱足感的哦。现在到这个迷你擂茶饭，我们把擂茶倒去饭里面。哇，你看。很少看到擂茶放黄瓜，这个红色的是番茄吗？还有花生，呜呼！哇，它擂茶很浓郁，喜欢吃很浓郁擂茶的朋友呢，可以来这里试吃哦。到这个咖喱鸡饭，呜呼！我们的咖喱。再加一点它的饭，这个咖喱鸡饭，它吃着的时候呢，你没有感觉到它辣，可是一吞下去就有点辣，很刺激那个味蕾。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来挑战一下。现在到这个非常特别的冷茶泡饭，这个是普洱哦，普洱倒去饭里面，而且还是冷的茶。冷的茶加黄瓜加花生再加番茄，味道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可能我们习惯吃热腾腾的食物，所以这个冷的泡饭呢，对我们来说会有一点不错的体验。可是吃起来很有清爽的感觉哦。现在到四季布丁，是女生最爱的甜点时候。它有4种不同的口味，有抹茶的、焦糖、乌龙、Jasmine 的口味。我们先来吃我最喜欢的抹茶。它的抹茶很浓郁，然后它的那个茶会留在嘴巴里面很久。到焦糖，你看它短的，这个就属于比较带甜。现在是我没有试过的，因为焦糖跟抹茶，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可是非常特别的是，乌龙茶跟 Jasmine 的味道，它吃起来很解腻。我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因为刚刚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一种错觉，有一种犹豫，我是不是那个是后门？其实不是，它的就是前门。我一踏进这里，就好像有一个世外桃源，充满着文艺气息。我很喜欢这里，是因为这里也非常靠近机场街。如果你走街走累了，你还可以来这里休息，喝喝茶。觉得它很厉害，选位置是它避开了人群啊喧闹，是一个很好放松的好位置。来到紫藤茶馆，除了能吃美食之外呢，还可以学泡茶哦。首先呢，我们泡茶第一步呢，我先跟你大概讲解一下茶具的那些名称。这是茶壶、茶海、茶杯、茶盒，就是用来盛茶叶的。然后呢，茶针这个夹子呢，就是可以夹着那个茶杯温壶时，你可以用它夹着倒掉那个烧水。然后茶巾可以用来擦干，然后杯托用来奉茶的。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就会先温壶温杯先，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壶的盖子打开，然后把它倒烧水进去，就叫温壶，给那个杯子呢有一个温度，然后你的茶汤就不会那么快冷却。然后呢，把烧水倒进茶海，也叫公道杯。然
后呢，再用茶海里的烧水呢，就是温杯，就把它平分分进6个茶杯里面。然后这时候呢，茶杯里的烧水就不要倒掉它，现在就是搁置，让那个茶杯呢有一定的温度。然后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把那个茶叶就放进茶壶里面。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茶叶了。然后你可以用到这个茶针后面那个尖的那个部分，把这些茶叶呢推进茶壶里面。好，然后这个呢就可以搁置在旁边。然后呢，茶叶放下去了，就倒烧水进去，浸泡大概25到30秒之间就可以出茶汤了。OK， 大概25到30秒之间。OK， 好，就可以把这个茶汤倒出来。大概你看到汤色比较浅的时候，你就可以把速度放慢一点。然后呢，如果是后面这个深的，就可以跟这个浅的就掺在一起，它就会中和到那个汤色，就是刚刚好的那个浓度。确保那个壶里面的水是完全就是倒滴干的，就是没有水分保留在那个茶壶里面。然后这时候我们才把这个杯子的那个烧水呢，就是倒掉，从左到右可以用到这个茶夹，就是帮它把这杯子的烧水呢，就是去倒掉。然后呢，茶汤平分进6个杯子里面，大概7分到8分满左右就 OK 了。OK， 然后呢，就拿一个杯托，拿最左边的这个杯茶放在杯托上面，然后就请喝茶就用这样子封着。谢谢。想不到学泡茶也是一种很考功夫的手艺哦！我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因为又可以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啦。你学会了吗？
门拉克就在马六甲老城区内，设计以复古型风格为主，里头有小小庭院，还打理得很干净，很舒服。古色古香的氛围给人悠闲的感觉，在这里享用早餐也是挺惬意的。酒店距离景点都非常靠近，步行也能到。酒店还提供私人停车场，非常方便，我觉得值得推荐给大家。一趟完美的旅程，舒适的住宿环境是首要条件。在马来西亚 Go 的频道里，有很多酒店视频可以让你先看再做决定。马来西亚 Go Go Go！